因为我们原本的第一个名字其实是叫江歌juice。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蜂蜜的那个接受度、那个市场，我会说有存在，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是被遗忘，或者是也很少人每天会吃蜂蜜。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做成饮料，也许是更好的那一个方式。以前我们开店的时候，当我们去跟那个莫讲说我们是卖蜂蜜的，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也是说，你们是江歌house，这样你们是卖蜂蜜的，我就把你放在那种 F&B 或者是那些卖水的那些地方，奶茶的位置。但是当我们进到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不太适合这一些的地方，因为太过忙碌、太过赶了。就人家经过我去grocery，可能我的intention已经很 clear 了，我就是要去grocery里面买东西出来。虽然我看到你，但是你不是我的歌，不是我现在要进去选择。不是啊。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是由 U Business 荣誉呈现 ，Ultra Business Reserve 为企业而设的网络。你好，我是伟健，欢迎收看和收听由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那说到在马来西亚本土的蜂蜜品牌呢，近这几年，如果你是走在人流比较多的这些大型商场的话呢，你肯定看过 Jungle House 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面呢，他们不仅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品牌，还创下了8位数的营业额规模，并保持高速增长。到底他们是怎么从对蜂蜜的热爱一步步把兴趣发展成事业，在传统的蜂蜜产业里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呢？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请出 Jungle House 的2位创办人 Ashley 还有 Paul， 欢迎你们。谢谢。好，首先因为我之前有叫 Ashley 你填了一些就是关于你们的资料，就开始。如果我有去你们的网站去找，其实 Ashley 你在2007年你就开始做和蜂蜜相关的业务了，对不对？对。其实你是为什么会对蜂蜜那么热爱？为什么你会对蜂蜜那么一见钟情呢？它不是一见钟情，它是日久见深情。OK， 就开始不熟悉这个东西，就因为是工作嘛，就跟我的老板。他就去了原始森林拿了天然资源过来说，这个很好，但是没有人把它做成品牌。那么他那时候是一个很厉害抽烟的人，那他的喉咙就是很大的损伤，所以他就在原始森林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在那个认识那边的族群，就喝了蜂蜜，大概整1-2个月都在那边。因为没有出来医疗这些东西，所以他发现到这个东西怎么没有人懂。那么那时候是在印尼啊，所以印尼就发现到是湾岛国，然后太多天然资源没有人去发现，然后他就拿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刚毕业嘛，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刚毕业，那他就认识到了我们，就说我们来看这个东西怎么样在新加坡可以做一个品牌。那时候我们在新加坡，对，我在新加坡打工嘛，那么就工钱欠5块新币，很开心了。10多年前就去了，就第一份工就在新加坡做工啦，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是因为一直在整个过程当中看到顾客喝了，然后回来买，因为我们还年轻，当然还不会养生，就是我们还是每天吃很油腻的东西，20岁但是顾客都是养生的族群嘛，越做越久，发现到这班人好像是特别漂亮，特别会保养，然后又特别对这些东西有要求，然后就有这种机会去问他们说，你们是怎么样？他就说我喝蜂蜜啊，有些50岁了，他样子也不像50岁。然后他就讲我全世界都在买蜂蜜的，就这一种让我感觉到不是只是卖而已，就是发现到真的是有不一样。然后从那边就开始就自己也喝，因为是日久见深情这样子。好，明白。那我要跟观众介绍一下 Paul， 其实你是 Ashley 的丈夫，是不是？对。不过 Paul 之前你是从事太阳能新能源产业的，是不是？对。
为什么这个 pivot 就是要来开创 Jungle House 呢？是不是因为要支持Ashley 的这个就是一个心愿呢？对对，可以这样子讲，因为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结婚，所以那时候他也觉得就是在他的工作上有遇到了一些瓶颈，就是觉得他的老板已经不想要去开发这个蜂蜜的这个公司，就把专注点已经 lift 掉了。OK， 所以我就想说，你这么喜欢蜂蜜，为什么我们不要自己尝试去创造一个品牌？就从那一个开始，就踏上了这个不归路啊。2018年创立的嘛，Jungle House 也是。对，2018年。你们2018年结婚？2018结婚啊，18结婚2个月过后开第一间店在槟城。厉害。那其实在2018年你们成立 Jungle House 的时候，整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个市场的接受度是怎么样的呢？因为相信蜂蜜其实也不算是一个 necessity， 是不是？所以整个市场的接受度是怎么样的呢？你们刚刚成立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比较容易，是因为我一直都在做这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也是在马来西亚那个时候帮新加坡老板开拓这里的市场嘛，所以对我来讲是做一样的东西，只是重新来过。就是重新打过一个新的品牌，所以我也比较熟悉整个的天时地利啊，在马来西亚，所以我们的开始就是先做那个 roadshow， 也是我在新加坡也是这样子做，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跟着以前我怎么样做，我就在复制那个模式，只是在过程当中在思维跟想法我们把它搬到去那个顾客变成年轻化一点，因为像我讲，我们的顾客那个时候都是40-50岁以上嘛，那么时候我们一直介绍不到20岁以上的年轻人，所以我们的焦点把它放到20岁的人到40岁怎么样爱上蜂蜜的这一个，就是那个痛点，他们想喝，但是没有人可以给到他最好的那一个 education 跟那个 brand connection，觉得买那个产品应该比较成熟一点，他们要 connect to 他们。明白。因为说到这个 Jungle House 这个名字，也是一个，就是其实你们就是因为是不是 take inspiration from 就去野生蜂蜜啊那种森林这样子，所以就把它命名成 Jungle House 呢？还是有别的故事？其实差不多是这个故事来源，因为我们原本的第一个名字其实是叫 Jungle Juicer。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想，你问的一个问题很对，就是那时候蜂蜜的那个接受度，那个市场，我会说有存在，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是被遗忘，或者是也很少人每天会吃蜂蜜。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讲说，如果今天我要去让大家认识蜂蜜，什么东西是可以最快的方式？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做成饮料也许是更好的那一个方式，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到，天然之源 Jungle 你就叫成 Jungle Juice， 然后我们就开始从饮料开始去卖了。但是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东西就是从森林里面把一个很美好的天然资源带到你的家当中。所以我们就决定，那个名字从 Jungle Juice 就叫把它演变成叫 Jungle House，就是这样，就是 Hive to Home 的意思了。明白，因为 Juice 好像有限制，你们只能卖饮料嘛，是不是？说到很对，因为其实说到买蜂蜜的话，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要买一罐回去，然后我要冲泡。huge commitment， 所以从这个饮料先开始。所以我们的品牌在开始订立的时候，也很多时候是从生活化开始的。怎样子能够最接近你的生活，我们就尽量去创造那一个产品啊。所以饮料对我们来讲像是一个入口，让你先熟悉蜂蜜它的味道、它的感觉，容易喝，你再决定我要不要在养生的那个时候再去买一罐回来去尝试。Very good，好，因为 Ashley 你是做 branding 的嘛，是不是 branding 比较强？然后 Paul 你数字那一边的，所以我想要问你这个数字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觉得万事起头难嘛，你刚创业的时候，是在第一年你们就立刻profitable 吗？我们应该是几久才赚到你们Jungle House 的第一桶金？我觉得真正的转 inflection point， 我觉得是去年啦，就是前年了，算前年了，2024年。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像我讲，市场还不认识我们，
所以我们开的时候，我们也刚好巧碰到了一个就是 COVID。当我们在高速成长、不断的开店的时候，就遇到了 COVID。所以 COVID 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了，我们那时候连 online 也没有，就是门市店罢了。而且是在商场，所以有遇到很多的那个挑战，所以 post COVID 我们就有一点点的，我们不算 restructuring 了，但是就是整顿了我们的一些业务，就包括我们可能有一些不是太过核心的，像我们的 cafe 这一些业务，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把它删减，专注在于我们最最熟悉的那一个蜂蜜产品里面咯。一开始如果你讲说真正转变其实是在2024年了。所以你们2024年之前都是一直是in the red 的嘛，就是可以这样子讲。对，每天都在跟 red 一起过日子。对，然后还要笑这边一直讲他是 green。你们怎么样做到的？那个心理压力应该是真的是不小吧？因为你们又在商场里面，你们所有的店都在商场，所有的店只有一间了，就是刚才跟你们讲的，就是那个在 cafe 的，就是只有一间不是在商场里面嘛的。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给我自己一个时间，好像我创业的话，这个时间如果真的还是 not profitable 的话，maybe 我要做一些 optimization，或者是去 let go 了。为什么你们会就是一直hold until now 呢 ？Ashley 喜欢，就我觉得还有一个是看到，其实这一个是个过渡期啦，就知道这些不是长久的啦，就会相信说它是时间上的问题，它就是时间啦，所以在等待当中就是继续的创造啦。因为那个时候你们就是它还没 profitable， 你们也会不停的想方设法，就是how do we make it profitable？ 对。也有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1000个人叫我们就算了啦，就这样啦。思想工作是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你们一定会想很多法子，要让它这个业务把它变好嘛，是不是？思想工作，你们那个时候的思想工作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一直相信不同啊，他想跟我想就不一样，就很好的配合啦。很好的配合。怎么样不一样呢？来，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这样可能 Ashley 他是比较说是在精神层面上，因为他毕竟他也是走过在蜂蜜从零到看到有一些成长，所以他对这一个东西深信不疑。所以他在那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在低潮或者是在稍微比较好的状况之下，他还是认定蜂蜜是一个可以持续去做的行业。而我就比较多是在理性的那一个数据那一个理性的方面。你有劝退他？就是我们没有劝退，因为我们都一直相信只是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的那个终点都一样，因为我们觉得品牌建立不是一天的时间，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有方法去做的。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那个商业模式，卖的产品，我们的定位，也是在那个过程当中遇到一个关卡，然后再去突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就做了。对，因为这种之后也会就是你们自己的 experience 嘛，是不是？It's good for you. But 刚刚 Paul 讲了一点，就是你们其中做的一个就是 business optimization cost 那一方面，有什么比较大 cost 还是什么之类的，你们就删减还是怎么样？我们比较没有在删减的 cost， 我觉得我们比较多是在 develop 新的 channel。2020年 COVID 之前，我们是卖饮料罢了的。但是2020年的时候，因为 COVID 嘛，所以大家都会比较注意健康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比较多的去开发我们的 online， 因为你实体店当你是个死路的时候，你就要找另外一条出路嘛。所以我们的 online 也是从2020年才开始的，因为 COVID 逼到我们必须去线上去卖。所以那时候 COVID 的时候，我们也是发现到，大家在家里好像很孤单跟很孤单因为你不能出去嘛，第一次不能够出去被 limit，所以你就对甜的东西可能会比较有想要去买，所以其实我们的蜂蜜蛋糕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去 develop 出来的。那个什么 Russian honey cake 对 Meadowy cake 啦，或者是你叫成，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你在家嘛，我们想着顾客你想要什么东西，我们就尝试。那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当一开始做我们的那个蜂蜜蛋糕的时候，到今天它还是其中一个顾客还是会回来买买的一个产品啊。好，你们觉得让 Jungle House 真正让它业务踏上轨道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
是不是你们的产品多元化呢？还是怎么样呢？我觉得我本身是觉得我们比较有那个 clarity，就是我们的顾客在哪里。因为不够久的话，一直猜测，觉得全世界都是我的顾客这样子，就谁都可以买这样。后来很多人也是叫我们专注攻一个族群这样一个，但是我们是做 entrepreneur，就是我都是要介绍了，小孩子到老人家都要卖。到最后一个点就是我们接受，其实我们就是要教育这群顾客，然后这群顾客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然后我们在找地点、找商场跟地点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坚持自己要的是什么。以前是随波逐流，只要这个 mall 给我什么地方，我都觉得我可以做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的经历告诉说，都是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如果我们在找对的地方，然后自己再用180%的努力，这样它就事半功倍了。但之前不是，就是用很多的力，但是可能不聪明的在做选择这一些环境方面，所以就变成它一直很耗力。就比如一个 example， 就是以前我们开店的时候，当我们去跟那个 mall 讲说我们是卖蜂蜜的，他们的第一个联想就是拒绝你，是不是？我记得那个是拒绝，但是之后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也是说，你们是Jungle House啊，这样你们是卖蜂蜜的，我就把你放在那一种 F&B 或者是那些卖水的那些地方，奶茶位置，就是那些人流量比较快的那些地方。那些地方不单单是租金贵，因为它的那个曝光率高，人潮很多。但是当我们进到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不太适合这一些的地方，因为太过忙碌，太过赶了。就是人家经过我去 grocery， 可能我的 intention 已经很 clear， 我就是要去 grocery 里面买东西出来。虽然我看到你，但是你不是我的那个，不是我现在要进去选择。不是啊，明白。所以我们开始选的那些地点，我们就会比较聪明的，我们就选在那些人流量不是很多，不过他们是比较有那一些闲情，想要了解，想要去被明白，想要去知道一些东西的这样我们就发现到那些人就比较容易的进来去尝试我们的那一个蜂蜜，它有它的时间，它没有说一个 agenda， 心情比较安定这样你们是开在我再延伸去问商场这一部分，其实你们是目前因为你们都懂那个策略是怎么样嘛，对不对？对，所以你们都是怎么选址的呢？那个因为你讲那个人流量比较少的地方，对，什么 department 什么 section 呢？因为 F&B 应该不是我们你们要的，对，因为那些是我们叫 intention shopping， 他们去到那边，他们已经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的，我要去吃，就是去那个地方吃。我们比较适合在那些比较有生活化的，可能就是那些卖礼品啊，或者是可能卖按摩椅啊，或者是在选化妆品啊，这些他们比较有那种 shopping lifestyle shopping 的那个店面啦，对环境OK， 好，明白。好，我们接着下来问，因为其实说到商场，你们现在14间分店都是在商场里面嘛，如果都是人流量比较多的商场，那我想要问一下，因为其实你们卖产品呢，你们都是卖这种蜂蜜或者是蜂蜜相关的这种产品，其实它可以 sustain 在，因为商场我们知道，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多的地方，租金不便宜，它可以 sustain 到吗？其实你卖养生的东西，我觉得第一它也是跟着一个 trend 啦。当然我们的牌子有一个好事，我们是比较多member，所谓就是尝试过我们的蜂蜜的顾客，他们都会一直回来。不过你回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单靠蜂蜜买回家吃，我是觉得在商场上不是说不能做，但是它有一定的挑战。只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生意模式把它细分，其实我们有可以算是4个比较主流的，我们叫 revenue stream 啦。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饮品，就是我们所谓引流了。当你不认识Jungle House这个牌子，你没有喝过的话，这样你可以来尝试我们一杯饮品，可能一个15块、16块，你买一杯。寄手买你就可以直接喝，你就可以尝试去认识这个牌子。然后当你渐渐喜欢上蜂蜜，你觉得它真的帮助到我，喝下去真的是感觉到有力量，感觉到我的喉咙有变好，我生病有改善，这样你可以买我们的那一个所谓蜂蜜产品，然后继续的去吃。不过有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也是上帝在我们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得见的，就是蜂蜜礼品。
因为当我们开始在做蜂蜜礼品的时候，它也不知不觉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我们所谓我们的 revenue stream。因为当我们把蜂蜜这么好的那一个，我们说好像宝藏这样子，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再加上我们花很多心思去怎样设计那一个蜂蜜的话，它就变成一个很好的礼品呗。compare 跟以前可能你要送一个礼品，你来来去去你就是送巧克力啊、送花啊、送这些，你现在有多一个新的 option， 所以礼品也成为我们讲好其中一个很大的那个收入来源。是收入来源。所以当我们有这一个礼品的时候，当然因为它的设计美观，所以它也把整间店变到比较生活化，所以人家也会很好奇，这是什么来，我想要进去里面试一试。然后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跟蜂蜜相关的东西，好像蜂蜜蛋糕啊，我们的蜂蜜的那些 merchandise 啊，好像我们的 honey soap 这些东西 candle 所以它就比较多的这些生活化，让人家有一个进去的理由，就是你进去里面它所有东西都是跟蜂蜜有关系，不过它的用途它的东西都跟你的生活可能很多层面有一些相关。好，这下一题我想要问 Ashley， 因为其实讲到蜂蜜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在市面上我们都知道到处都有蜂蜜，特别是在百货公司，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那种黄色 bottle 的，然后过后是 squeeze bottle 的那一种。还好我们没有做黄色。然后你看把那个黄色改来。对，然后过后你们包装那边也是做到蛮精致的，不要放黄色就这样，放金色。那其实说到这个蜂蜜的这个，其实之前我有看一些好像那种专家，他们就说，其实现在市面上很多那种蜂蜜是假的，他们是就是 mix in syrup 还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想要问 Ashley， 因为你之前是去过这个印尼那个深山那边是寻找野生蜂蜜嘛，是不是？我想问一下，你在这个旅程当中，你学到了什么东西呢？他去比较多，现在他比我去更多。来，你们两个来跟我说一下，你们体验到什么东西呢？就给到你什么 inspiration？ 对，我觉得就回归那个刚我跟你讲的故事，说我的老板去到印尼的时候，发现到这个天然资源怎么那么多人不懂，就回到这一个我的感觉就是哇，他们这个印尼是个万岛国，太多天然资源了，但是就是除了没有人懂，也没有人去愿意去花心思去教育这班族群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一些天然资源，变成他们的 economic 的 skill 这样子。当然也是因为没有人 non-polluted 嘛，所以特别好。所以带回来的时候跟市场的是天跟地啊。就是完全不一样。它的分别就好像当你去到原始森林的时候，你看到的一个小小的昆虫蚂蚁，在原始森林是很大只的，但是在城市是小只的。是同样的天然资源，所有的东西都是很 abundant 的。所以它的蜂蜜本身，它的味道，它的营养成分，因为它是自然生长，所以它很 rich， 很 nutrition 很 rich， 然后味道全部是因为它没有太多 polluted 的东西，所以它没有那个很刺喉咙的感觉。太甜的东西有时候你会感觉硌喉，所以你可以吃到那种天然像榴莲这样很好的那种天然，跟一个用很多 chemical 或者是制造，它的分别是有啊。Nature's candy 啦，大自然的馈赠。对，我想问一下你懂得如何区分真和假的蜂蜜吗？对，可以，就你做久了你就会了。你可以教我怎么样区分吗？要吃要用嘴巴，因为看是看不到的，看不出的，看不出的，看不出来。就吃的话，就好像榴莲你也看不出啊。比如说，或者是一个鸡肉放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干蹦鸡比较扎实，养殖鸡比较嫩，但是吃下去就告诉你那个口感是怎么样的呢？你跟我讲一下真假蜂蜜。如果也没有说真假啦，就是人工培制，还是天然资源的花，因为花是本身是需要，因为蜜蜂是这样，你要采花蜜 nectar， 那个花本身是不是天然生长的花，还是人工培制的花？这样它蜜蜂系的蜜就会影响它的那个质量 flavor profile 那些，所以它的分别是可能也没有说假蜜啊。
对，所以我是觉得养殖的就是人工的，也不是假，它也是蜜蜂制造的蜂蜜啊， OK， 对吗？只是说它的天然资源环境不一样。你说入口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一个差别吗？各喉就是各喉那个对，那你会个问题 feel 到它的甜度。好的蜂蜜就是纯原始蜂蜜，它有4个味道连在一起的，酸甜苦涩的配搭，这%率不一样啦。可能不同花它的甜度比较高，它的酸可能多少，可能不同的花酸高。你们在你们的店那边也是有 label， 这个会是偏酸的，还是怎么样的？偏怎么偏甜还是怎么样？它好像有点红酒的那个品尝。如果是单单纯甜的蜂蜜，它就有一个味道的话，这样你会知道它很个喉。I see。当然，我们因为是品牌嘛，所以我们拿去做化验。就是因为蜂蜜本身不是口感而已，它是一个我们讲 super food，就是如果是古代那些人，他们都是喝蜂蜜来做医疗保健的，所以我们就拿去分析，帮它化解。蜂蜜为什么古代的人都那么靠它来过日子？原来它是有20多种维他命，因为它是采花蜜，然后20多种矿物质。加水分，加葡萄糖，就是天然葡萄糖的综合，每个一点点叫 superfood 在一起。所以因为化验也让我们更加懂得把它区分于什么人适合什么。这样子，就因为蜂蜜是太多了，可能这个人比如讲你有肠胃问题，那你来到 Jungle House 喝什么蜂蜜都可以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做了多一个化验，把它选择。如果肠胃问题酵素比较高，会比较适合你，但是不代表第2个蜂蜜的酵素还没有。但是你很难选择嘛，如果每个都那么好喝，所以我们就把它分类出来，然后就介绍给蜂蜜的有肠胃问题的人。好，明白。这样子，因为其实市面上也是有很多卖蜂蜜的嘛，是不是？对。所以你们Jungle House 的一个竞争优势是什么呢？野生蜂蜜的是什么？我们的 expect 种类吧，都是在对 flavor, 种类吧，就是 flavor。所以想说，不是说我们 mix 那些 flavor， 但是那个蜂蜜是从单花蜜那边去不同的花采，所以你在 Jungle House 你可以尝试到不同的20种差不多20种的蜂蜜。就像你去到红酒的店，你可以喝到20种，甚至更多。蜂蜜专卖店的一个情况啊，对就是有很多种给我们选择，甚至更多这样子。好，明白。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回到数字这个部分，我比较好奇的是，刚刚 Paul 你有说你们之前是有开 cafe， 不过后来就为什么决定要停运呢？这样我先讲为什么我们决定要开始一个 cafe。所以我们开 cafe 的时候，它跟普通的 cafe 也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的主要想法是，我们怎样子让这个蜂蜜更加的生活化。所以我们开的 cafe， 其实我们的 menu 全部都是跟蜂蜜有关的。所以就算我们的食物，好像那些 honey roasted chicken、honey chicken wing、honey stew， 这些都是跟蜂蜜有关的那些 cafe。当然，那时也是我们第一次去开这个比较像是一个 heavy meal 的一个 restaurant 啦。所以选址可能那时候我们也是刚刚第一次开，所以我们就讲说，不如我们就开在芒沙吧，因为可能我们觉得那边的人比较会 appreciate 比较高端，比较会 appreciate 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第一间开在不是在商场的那一个店。所以开了之后，当然一开店的时候，大家的回馈都很好，很满，每一天都几乎爆满，然后 Google review 他们都给到很好的那一些 feedback， 都讲很特别很喜欢整个 vibe 让我更加认识蜂蜜所以他们就很喜欢这个东西。但是过了一阵子过后，我们就发现为什么那些顾客没有什么要回来？我们就一直去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不再回来？每一个都跟我们讲说，哇 parking 很难呢，我来这里兜了2个小时还找不到一个 parking， 放弃了我们去你的别的店买啦，就去你的 Mid Valley 这些地方就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们在那个时候也算是一个我们想要尝试。如果今天给回我那个同样的情形，同样的时间，我觉得那个 concept 还是可以继续的。只是可能那一个 timing 跟那一个选址不一样 ，location 那一方面是最大的问题。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决定要关呢？这样它同样的也是回到另外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其他门市店都是在做着我们叫做 retail， 就是卖 direct 卖产品的那一个模式。整个团队如果单单要去营运这一个 cafe， 它永远都是，就是它的问题永远都会sit在我们的
backside， 就是我的 priority 永远都是会去照顾那一些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那个地方做的retail 那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就有一点渐渐的被忽略了。所以当到了那个 tendency 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了的，我要怎样子继续下去？那时候有给我们2个路，就是你要 renew， 或者是你就当做它是一个sunk cost。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决定如果今天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继续的话，我们还是会不会把更多的资源放下去把它做好。所以我们也知道心里一个很诚实的问题，也知道它很难，因为你的 priority 还是会回到去那一些贡献你最多的那个 revenue 的 stream 的那一个 business model 嘛。所以我们就决定要狠下心来，就先去关掉，但是不代表这个 concept 不会再出现，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加适合这个 concept 的地方。因为你们一直都是在 mall 里面嘛，对，未来会不会在 mall 开这样子的一个 cafe 的一个模式呢？有这个的想法，只是到现在，因为 mall 也是有一个，也不算是个挑战，它是一个比较 passive 的 game， 所以 passive 就是被动，你要天时地利人和，你要刚好那个地方是你适合你的牌子。mall 又有那个 availability， 你又能够跟他达成一个我们的 cost structure 的那一个部分，你才能够在那边开嘛。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策略是在选址那边，我们是属于比较被动的。我们可以一直去告诉那些商场，我要在你的这个商场开那个店，但是不一定他会给到你那一个对的那一个地点。说到这个，我很想问，其实，在商场不就是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模式呢？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之前看过很多人说，在商场你的那个租金很贵，所以这个我也是想要问你的。然后过后选址这一方面，不是你们好像我要这一间就这一间的嘛？他们还会 back and forth 跟你推来推去的。不是你要这一间，但是这一间可能有 tenancy agreement， 3年后才可以。你不可能赶掉他走了。我以为你是讲看空的那个地方，不是。而且 OK， 看空的也是可以，但是好的商场很少会有空的那个位置。你们也不会再有很多空的地方的 mall 那边开店啦。对，新的 mall 咯，除非是新的除非是新的 mall，你们就有那个自由去选，比较有那个自由度。你就新 mall 就新的。挑战，你不懂它的未来那个 customer base 会不会那么强？对。租金那一方面，我想问一下是怎么计算的呢？租金它通常是有两个两种 whichever is higher，就想说你有一个 base rent。base rent 想说可能举个例子，一间店可能是20千、30千，它已经是那个 base rent。但是如果你的营业额达到了某个 percentage， 可能你的10%、12%、15% 是高过你的 base rent 的话，这样你就要给这个percentage 的那个 rent。就是所以它是 whichever higher， 它不是 on top of 你的那一个 base rent 它是 whichever higher。他选一个啦，就选一个。说每个月有些时候你的 festive 可能那时候你的营业额很高，这样你就要给多一点的那个。你第一点比较淡季的话，你就给 base rent。对。原来是这样子分的。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么多间店，哪一间店的那个租金是最高的？最高是 KLCC 咯。KLCC 啦。先讲一样东西是。KLCC 对我们来讲最贵，不代表对于其他的那个 retailer 来讲是最贵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个商场它的租金也不一样。你在顶楼，你在2楼，你在1楼，你在底楼，你在角落，你在中心，都有差别的。其实全部都不一样的。然后而且它有些时候也是看你的那个房车。所谓的就是你比较大的房车，通常你的 per unit 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如果你比较小的话，你的 per unit 就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很多有点，所以它比较难直接去比较。明白。那其实我要接着谈这个数字的这个问题，因为Ashley 有透露，就是你们的那个年营业额是8位数了嘛，是不是？其实然后过后营收增长是达到60%，其实是很恐怖的。因为你们只是卖蜂蜜产品，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卖蜂蜜应该是赚不多吧，8位数是蛮高的一个数字的。所以 Paul，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驱动 drive 这一个那么高的一个 growth 的一个 factor 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成长是因为，当然，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以前我们不断的耕耘，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那个顾客。其实我们的生意I think 60%到70%其实是 repeat customer， 因为说他们曾经
曾经买过我们的蜂蜜，然后 new customer 占我们的 sales 大概可能 30%，30%。但是你问我为什么会 drive， 是因为去年我们 after 我们 optimize 了我们的那个 business structure，我觉得一样东西我们做的是我们把我们的那个渠道更加的推广。所以其中一个 growth， 你问我 store per store， 在我们的 retail 可能我们有增长一个20到30%，但是我们前年2024年的时候，我们在线上也开始加大我们的那一个推广。所以我们在自己的 website， 在 marketplace、shopee， 然后甚至 TikTok 这些地方，我们都有放一些资源去推广。所以我觉得那个在 e-commerce 那边，我们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增长。当然，显著的增长是因为我们的 base 本来都很小。现在 offline 跟 online 是大概是那个 share 是多少？ online 大概10%哦 ，online 大概10%，另外大概80%是 retail。但是去年我们有做两样东西，就是我们很积极的去做 roadshow。因为我们像我讲，我们留意到一样东西是我很被动，我不能够一直去开店，因为那个店要天时地利人和。对，所以我讲不能坐在那边等，我不可以坐在那边等。如果我是想要有一些 growth，所以我们去年开始就做了一些很大的尝试，就是我们敢去拿那一些我们所谓的 branding roadshow， 就想说你去到一个广场，在它的正中央。我们就拿一个 booth， 不是一个 booth， 一个 location， 然后我们就设计那一种有点像那些化妆品，他们要做 launching 的时候，他们都会。你们拿整个 concourse 这样子？是有一些 concourse 啊，像 KLCC 啊，我们就敢的去拿了。那你知道我们做的那个东西，我们发现到，原来我们的顾客会更容易的去认识我们因为我们的设计，像讲我们的设计，我们的团队本来都是很会。把东西做美吸睛啊！当你坐在一个比较独立的那一个地方的时候，人家就会很好奇。而且我们有一样东西，就是你来到那边，你不是单单看产品，你还有一个我们叫做 honey tasting experience，你可以去尝试我们的每一个蜂蜜，所以他们就很。讲啊，就好像当作是一个体验式的那个东西，我们也在那个过程当中教育我们的那个客户，所以我觉得那一个东西让更多的人认识了 Jungle House， 就是除了在门市店，除了在 online 你看到我们，你现在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真正的去被教育，去被体验你可以体验到原来蜂蜜是这么的美好，这么的特别，这么的美味啊。因为其实在你们的那个门店也是可以去试吃那个蜂蜜的嘛，但是因为门店你要走进去嘛，所以有些人会觉得看到我这么精致的店，可能我又不敢进去里面。对，马来西亚人比较含蓄，是所以你们开这样子一个很大的，也是就比较 open 的一个感觉，很 welcoming 啊，我就来就是啊，所以我觉得我是觉得那一个东西就有一个 domino effect， 因为当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时候，他喜欢上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我们的客户跟我们的那个粘度是蛮高的。因为如果你想要再买同样的蜂蜜，你一定会回来，对，来Jungle House。因为蜂蜜这些是那个 flavor 是很 personal， 很 distinct 的，就是我不能好像龙眼，因为你们有其中一个是龙眼蜂蜜嘛，其实龙眼蜂蜜很多地方都有卖，是 ，but 吃到这个好吃，它就会回去。对，它不是有点像香水这样，化妆品啊，有点像化妆品，就是你喜欢上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的味道，因为它是吃进去嘛。因为说到 branding 这一方面，我也想要了解一下，因为其实 Ashley 你讲你们的那个 target audience 是比较年轻一代去，就是我们的年代啦，我们算年轻吗？我之前做的是50岁才会珍惜，所以我们把它变成30啦，到45啦，妈妈们也没有说到很年轻，也不能到20啦，20、25还，他应该没有这样子的意识，他还不需要养生，对，他还每天要吃煎炸油条火锅，可能偶尔知道的时候才去喝一杯。是，那我想问一下，因为since 你已经很清晰的 you know what's your target audience 啦，然后过后你是用什么策略来去接触他们的呢 ？To make sure that 你的那一些 marketing branding， 然后你的产品全部都是可以很精准的 accurate 的达到去他们的那个视野当中呢？就可能他们喜欢的颜色，他们喜欢的款式，他们喜欢的那种风格啦，就没有太过花俏啊，因为就比较30多稳重一点了嘛，比较用什么来形容啊？现代老钱风格。
Modern old money old What money is 现 this? 代老钱，老钱就比较50多岁吧，就是现代的，就是他们喜欢。比较他们低调，但是他们又很想要有很好的生活素质在他们的生活，然后他们可以 afford 到quality 的东西这样。好，那说到这个branding 这个部分，我想要延伸去问，因为其实我看到你们 Jungle House 的那个 looks and feel 都是比较。它有一个主题颜色，就是金黄色这样子的一个 base， 对不对？不过你们的 packaging 那些都很 vibrant 的那个 colors， 喜欢吗？所以你觉得这个 color 是可以 cater 到你的那一个 target audience 了？我觉得，因为那个是之前嘛，就之前我们都一直在寻找的过程，所以你看到的可能是它在 transition time。现在你们是现在或者明年过后，我们慢慢就会进入比较是现代老钱啊，就是比较再蹲到一点，它的感觉是稳重，但是有力量，那这个感觉。所以 packaging 那一方面你们也是会做一些调整了，对不对？对，它是就是很稳重的东西，但是你感觉到它不是死沉沉的，它还是因为江哥还是有一种力量嘛，因为蜂蜜是阳光，蜂蜜本身都是有力量的东西来的。只是我们的 target audience 可能不能够太过 fancy 了嘛，因为他已经到了30多，他需要一点平静、稳重，所以我们的 logo 可能不会大个，比如说可能因为其实现在你们的那个 branding 都很 loud 一下的，我觉得，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需要很多人懂我们。maybe 开始的时候你是需要很 loud 这样子 to 接触到更多的 audience，but once 你的那个 base 已经是有了之后，你就要开始 back to 你自己的那个 DNA。对，因为你就好像我们这样要一直 promote 先，所以我们如果进入到新的一个国家做策略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用这种方式，就是你一定要让人家懂你先。这样子。我想问一下，其实你们现在生意当中最大的一个 expense 是在哪一个区块呢？其实最高应该是在租金不算啦，因为租金不算的，我觉得算是我们的 human cost 啦。还是 labor cost 对，其实每一个都是 labor cost 最贵的。因为第一、第二都是以人为主了嘛，所以那一边已经是一个讲一个 expenses 在那边了。然后第二是因为我们在建立品牌的时候，我们叫 HQ， 你需要很多的那个 support， 要不然你的品牌很难被建立或者是被经营。然后当然我们跟别人有点不同，是我们还有上流。所谓的上流就是在我们的那个 manufacturing， 我们还是自己制造我们的那个产品的。就想说我们拿原始的那个蜂蜜，不过包装、验证produce， 对啊，经过你们这里，所有都是我们的 factory 了就是我们的工厂那边去经营的。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的那个 human cost 其实是我们最大的那个 expenses 了。明白，因为其实你们现在Jungle House说久也不久，说短也不短了，从2018年到现在，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们做到现在的规模，就是会引起一些资本家的一些注意的嘛，对不对？如果是有人要给你 funding 这样子，还是要怎么样？要 take some stake on your business，你们的那个意愿是怎么样的呢？你们的？当然，我觉得 control 对于我们对品牌经营来讲是很重要，而且像我讲，我们也尝试过不同的生意模式。不要讲 funding 先啦，先讲 franchise。一个最容易放手跟去让别人经营了。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学习到，像我跟你讲，今天一个 franchise 要开这个店，你都没有一个地点可以立刻有。第二点，会卖蜂蜜。没有会做生意不代表你会卖蜂蜜，因为很多它也是需要很多的经验，需要很多的 knowledge， 需要很多的那个 expertise。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种方式就比较难的，让我们去走这一个 franchise 的，也要找到对的人找到对的人。当然你也讲的也是对的，当我们的规模也不能说到很大，因为你讲 SME 其实做的比我们大的可能还是有很多，但是我们也不讲说我们很小，因为我们毕竟也是有一定的那个知名度，所以的确是有很多的那一些可能
funding，我们不讲 funding 啦，可能是一些 investor 啊，或者是一些来到我们。不过我们的出发点是，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真的是跟我们很有策略的那个理念相投的理念跟策略上，所以 strategy partner 就是可能举一个例子，他们在那个distribution 上，可能他们有天然的那个优势，可能他们是一直以来都是在批发或者是在卖这一些东西，可以 add on 的一个加分项的，对加分项的，这样这一些 investor 我觉得我们会考虑。但是如果是一个只是来说，我只是要invest， 然后我就是要拿 return 拿到的，这样我觉得不是说我们不，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 look for it 的啦，因为我们还在 growing 的一个 stage 啦，对的 partner 啦，应该这样子讲，可以一起走更远，他也需要我们也很需要，对，明白。那已经来到了访问的尾声了，你们希望，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你们希望在5年后 Jungle House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呢？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营运模式呢？然后过后未来你们有什么扩张计划是要跟我分享的吗？分享，Paul你先。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我们叫 mission 啦，那个 mission 就是 cultivate a honey lifestyle around the world。为什么会有那一个字 around the world？ 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把蜂蜜带到全世界的话，它将会是一个我觉得 is a legacy for me。Personally， 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个 family， 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可以有 legacy 的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 globalization 或者是说 penetrate into different market 是一个我们心里面很想要完成的东西。所以我们短期，当然我不敢讲5年后、10年后还是20年后，但是我们现在的确是比较积极的去布局，怎样子让这一个牌子能够冲出马来西亚。所以比较 near terms 的当然是新加坡啦，因为它毕竟是跟我们地方比较相近，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开始布局怎样子能够在新加坡里面把这个品牌带到那边去啦。所以我是希望，如果你问我5年后有一个这样子的画面，就是希望当我们马来西亚的人他去任何一个地方，好像可能 Osaka、Tokyo、Seoul 都可以看到你们的 presence， 都可以看到我们一个马来西亚的这个Jungle House的牌子啦。Ashley 来，我知道你在旁边听，你也是觉得哇，good speech，good speech。他的远景就是我的远景。因为现在目前你们的那个店都是在雪隆一带，然后过后在槟城。没有，其实我们有一间在 Johor Mid Valley South， 然后今年年尾我们有一间是在 Yonge the Brow 的。今年年尾啦。对，所以 Johor 会有2间，一间是在Kuching啦。东马那一边也是有 presence， 对，然后槟城也是有一间啦，因为我们的 hometown 也是我们的第一间啦。好，那我就非常谢谢你们来，也希望你们在未来呢，能越做越好。好吗？顺顺利利，一切顺顺利利。希望你也是。好，谢谢你们。好，不知道你们听了Paul 和 Ashley 的分享之后呢，有什么看法呢？都可以在留言处和我交流哦。那么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了。我们再次感谢 Paul 和 Ashley， 谢谢你们，谢谢。让业务始终在线，安全无忧，持续领先，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